你仲死記爛背緊啲 K 線理論？如果你有學過 K 線嘅話，你仲記唔記得邊一類型嘅 K 線係比較強呢？長陽線、錘仔線、紡錘線、吊銀線、焚碑線、十字線，定係其他線呢？唔好話你仲記唔記得邊一類比較強，淨係要記起呢啲名已經好難。咁點算呢？有冇啲快速而且輕鬆就可以搞掂嘅方法呢？例如呢張圖嘅兩條 K 線 C1 同 C2，你睇唔睇得出邊一條 K 線嘅多頭比較強呢？大家好，我係添，歡迎嚟到股票知識會頻道。今日嘅攻略係要為你克服嘅係 K 線。K 線有幾百種，要背晒落嚟，實在係強人所難。只要你睇完呢條片，只要幾分鐘就可以精通 K 線嘅核心原理，而且馬上就具備一眼就睇得出 K 線邊一條強同弱嘅能力。只要教識你一個工具，無論幾十種、幾百種，甚至係幾千種嘅 K 線，都能夠喺你嘅火眼金睛之下馬上現形。尤其是到咗呢條片嘅最後，我要教你只要1秒就能夠睇得出 K 線強弱嘅方法，所以一定要睇到最後。事不宜遲，我哋直接開始。首先，我相信你喺睇 K 線圖嘅時候，成日會有一個疑惑，就係點解同樣係強 K 線，譬如話多頭強嘅 K 線，有時隔日或者之後佢會繼續上升，但有啲係會下跌呢？其實呢個係同 K 線嘅形成路徑有關。即係咩意思呢？譬如呢一張圖，最後一條 K 線好明顯係一個強勢嘅陽線，佢係一個長陽線，實體好長，而且收盤價又收高，非常接近最高價。呢啲條件好明顯意味住係多頭強勢，但係你知道走勢後續係點呢？之後嘅行情唔係預期之中嘅持續上漲，反而開始下跌。咁究竟係咩回事呢？咁其實呢個係同 K 線嘅形成路徑有關。雖然當日係長陽線，但其實佢嘅趨勢喺之前已經遭到破壞，只係後嚟因為尾盤被拉高，然後收高，所以先令到 K 線睇落好似一條好強勢嘅長陽線。呢個又係成日啲主力偷偷地出貨以明耳目嘅手法。由於趨勢已經被破壞，假日如果再創唔到新高嘅話，就凶多吉少。從呢個範例你就會明白 K 線嘅形成路徑係幾關鍵、幾重要。除咗行情路徑之外，仲有好多原因都會導致我哋對 K 線嘅判斷失敗。尤其是當 K 線發生喺唔同嘅相對位置嘅時候，就會發生呢一類嘅問題。如果我哋唔識行情路徑嘅問題，又唔識相對位置，對 K 線有唔同嘅含義嘅話，就永遠搞唔明 K 線嘅原理。依家我先令你了解下 K 線係點樣形成先。唔知你仲記唔記得，就係點解同樣係強嘅 K 線，譬如話多頭強嘅 K 線，有啲時候佢隔日或者之後會繼續上升，但有啲會下跌呢？後嚟你就知道呢個同 K 線嘅形成路徑有關。K 線點形成呢？我哋先睇下長陰線係點形成。譬如話呢條長陰線，你仲記唔記得陰線就係收盤價低於開盤價，即係開高收低，而長陰線就係 K 線實體特別長嘅陰線。實體特別長係咩意思呢？換句話嚟講，即係開盤價同收盤價之間嘅價差非常之大。以呢個例子嚟講，股價開盤嘅時候微微下跌，之後稍為拉高，形成咗今日嘅最高價，之後就開始暴跌，喺接近尾盤嘅時候先稍為反彈，但係反彈幅度唔大，咁樣令到收盤價距離開盤價同最高價非常之遠，就會形成一條長陰線。而呢一條 K 線嘅上影線非常之短，原因就係因為股價喺開盤嘅時候只係微微上升，形成咗單日最高價之後就開始暴跌，咁樣令到最高價同開盤價嘅距離，亦即係價差非常之少，導致上影線好短。由於佢尾盤有反彈嘅關係，咁樣令到收盤價同最低價係有啲距離，亦即係話有較大嘅價差。但由於盤中暴跌嘅關係，下跌嘅幅度仍然太大，咁樣令到股價即使有反彈，但仍然會令到開盤價同收盤價嘅價差好大，最終形成長陰線。咁陽線呢？陽線即係收盤價高於開盤價，即係開低收高。而長陽線就係 K 線嘅實體，特別長嘅陽線就係開盤價同收盤價之間嘅價差非常之大。以呢個例子嚟講，股價開盤嘅時候先微微下跌，形成咗單日最低價之後就開始升，而且個升勢一直持續，到接近尾盤嘅時候先稍為下跌，但係下跌幅度唔大。咁樣令到收盤價距離開盤價同最低價非常之遠，形成咗一條長陽線。而呢條 K 線嘅下影線非常之短，原因就係因為股價喺開盤嘅時候，佢只係微微下跌，形成咗單日嘅最低價，之後就大升。而最低價同開盤價嘅距離，亦即係話價差好少，咁樣導致下影線非常之短。由於到咗尾盤嘅時候仍然持續上升，同到咗尾盤之後微微下跌作收嘅關係，咁樣令到收盤價同最高價嘅距離非常之短，最終形成上下影線都好短，但係實體好長嘅長陽 K 線。我哋再睇下另一個極端嘅例子，呢一條 K 線嘅實體好少，上影線同下影線都非常之長。我哋可以睇得出股價喺開盤嘅時候係有一段上升，升到一個程度嘅時候就形成咗單日嘅最高價，之後就開始下跌，然後又係喺接近尾盤嘅時候嚟咗一個大幅度嘅反彈，最後反彈超過開盤價，完成咗收盤，咁樣導致咗收盤價稍為高過開盤價。因為收盤價高過開盤價嘅關係，而且兩者之間嘅價差又非常之少，所以 K 線嘅實體都非常之少，形成咗好少嘅實體陽 K 線，而開盤價同收盤價
嘅分別距離，最高價同最低價非常之遠，亦即係話價差非常之大，咁樣令到上引線同下引線都非常之長。我哋再睇下一個細實體嘅 K 線，但係收音線嘅例子，同樣嘅係佢呢個 K 線嘅實體都好少，上引線同下引線都好長。我哋可以睇得出股價喺開盤嘅時候係有一段上升，升到一個程度之後形成咗單日最高價，然後開始大跌，之後接近尾盤嘅時候做咗個反彈，但係個反彈冇高過開盤價就收盤，收盤價稍為低過開盤價，所以形成陰線。因為收盤價同開盤價之間嘅價差非常之少，所以 K 線嘅實體都好少，亦即係話係小實體嘅陰線。而開盤價同收盤價嘅分別距離，最高價同最低價非常之遠，亦即係話價差好大，咁樣令到上引線同下引線都好長。呢兩個例子嘅 K 線形成路徑其實好似，所以令到 K 線嘅樣都生得好似。分別在於收盤價，一個係高於收盤價形成陽線，另一個唔係，所以形成陰線。相信睇到呢度，你已經對 K 線點樣形成已經有相當程度嘅理解。但係你知唔知道 K 線嘅形成佢唔會只有一種走法？但由於時間嘅關係，我會喺下條影片再講解。如果你有興趣學習更多，要記得訂閱呢個 channel，同埋記得開啟小鈴鐺。最後祝福每一位關注我嘅朋友喺2022年嘅股市得心應手，一齊加油！